李青，你真是我们李家村的大功臣呐！是啊，有了这条路，咱们以后进城就方便多了。赵叔，路不是修好了吗？还有事儿？李青，路是修好了，但你这水泥太重，压在咱李家村的祖脉上了。赵叔，修路是大家同意的，钱也是我全出的。修路是你自愿的，咱村自从铺了这水泥，我家的鸡都不下蛋了。一人3000，全村100户，给30万吧，这叫压地钱，给钱消灾。他们不是觉得地气坏了，是觉得我这30万修路钱花得太轻松。要是我不给呢？不给，那你这车今天就别想出村。路是你修的，咱把它砸了你也管不着。30万转了。到底是大老板，敞亮。路是我修的，钱我也赔了，这路现在归我了吧？归你，归你，你修的当然归你。老王，带上2台挖掘机过来，把我修的那条路全刨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条路从设计到施工，我盯了整整3个月。为了不破坏村里的排水系统，我专门请了市里的工程师来勘测。为了让路面更耐用，我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，甚至连路两边的绿化带我都自掏腰包种了桂花树。我以为这是回馈故乡，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场勒索。王师傅，李总，真要刨？好，从村口到村尾，1米都不留。你疯了！这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，你敢动一下试试？赵叔，你刚才说的很清楚，路是我修的，归我。既然是我的东西，我想毁掉，不犯法的。你这是报复，你这是跟全村人过不去。报复？我自费30万修路，又赔了30万压地钱，现在只是处理自己的财产，怎么就成报复了？你今天敢刨路，我就把你车砸了。喂，巡捕同志吗？我在李家村，这里有人拿着凶器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对，好，我现在就录像。这路要是刨了，咱们怎么出村？早知道就不跟着赵大发瞎起哄了。李青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今天要是敢动这路，咱们没完。没完就没完，开工吧。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你们这是违法，我要报警！报啊！我已经报过了，巡捕马上就到，正好可以问问处理自己的财产算不算违法。造孽呀！我们李家村祖祖辈辈走的都是泥巴路，好不容易有了条水泥路，这下完了，全完了！镇上采购商刚说以后能开车进村收东西了。李青，你丧良心！你就是个白眼狼，村里养大你就这么回报乡亲们？这些人骂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半个小时前他们是怎么逼我转账？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的是个软弱的人，被他们这么讹诈，会不会连城里的生意都做不下去？李青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我道歉行不行？你先让他们停下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晚了，赵叔，你刚收钱的时候可没想过要跟我好好谈。李青，你消消气儿，那30万我们退给你，行不行？退，钱已经分下去了，你收得回来吗？30万分到100户手里，每家3000块。这些人拿到钱，第一件事的就是转走，生怕我反悔。现在想让他们吐出来，比登天还难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挖掘机施单费1小时3000，我租了2台，干3天。3天以后，这条路就彻底不存在了。3天，他真要把路全刨了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出去啊？你这是跟全村人作对，信不信今天晚上就有人砸你家房子？你是李青，报警的是你。是我。王所，就是这人拿凶器威胁我，还扬言要砸我家房子。你刚才说什么了？我就是随口说说。随口说说也是违法的，跟我回所里做个笔录吧。王所，这路不能刨啊，这是全村人的活路啊！这路是谁的？
是李青自费修的。那李青处理自己的财产违法吗？李青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确定，王所，这路是我的私人财产，产权清晰，我有处理权。如果有人阻拦施工，还麻烦您依法处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散了吧，别在这围着。这路是人家私产，谁敢闹事儿，按寻衅滋事处理。出来！有些路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，有些人不是你想帮就能帮的。既然他们觉得我的善意不值钱，那我就让他们明白失去这份善意的代价。李总，活干完了，一共9万5，您看一下。辛苦了，李总，我在这行干了20多年，头一回见有人花钱修路又花钱刨路的。您这值得。有些教训，不付出代价学不会。修路的时候，我在村口装了2个高清摄像头，名义上是为了监控施工质量，实际上是为了观察他们的反应。李青回来了，快进屋坐坐。李青啊，你这次真的把大家得罪狠了。我知道。其实那天赵大发要讹你钱，我是不同意的，可我一个老太婆说话也不顶用。现在好了，路没了，村里炸开锅了。怎么个炸法？昨天晚上，刘大福家的儿子骑摩托车出去打工，到了村处才发现路没了，黑灯瞎火的，连人带车摔沟里了，腿摔断了。救护车来了吗？叫了救护车，但车进不来呀。最后还是村里10几个壮人力用门板把人抬出去的，折腾2个多小时，到医院的时候都快天亮了。那现在刘家什么态度？刘大福气疯了，说都是赵大发害的，要不是赵大发讹你钱，你能把路刨了吗？还有老王家，他养的鱼塘里的鱼要出货，结果运鱼的车进不来，几千斤鱼眼看着要死在塘里。现在村里分成2派了，一派跟着赵大发，说你忘恩负义，非要让你把路修回来；另一派以刘大福为首，说这事儿就是赵大发挑起来的，要他把钱退给你，让你把路修回来。那赵大发怎么说？他能怎么说？钱都分下去了，他也收不回来呀。村委会开会吵得不可开交，赵大发说大不了大家凑钱重新修一条路。重新修？修路可不便宜，按之前的标准，材料加人工没有40万下不来。可不是吗？村里100户人家，平摊下来每家要出4000，刚拿了你3000块，转头就要掏4000，谁愿意呀？李大娘，您这几天少出门，有什么需要您跟我说，我让人给您送过来。李青，你这是……村里接下来会更乱，您对我好，我不能让您跟着遭罪。老张，我记得你之前说想在李家村建个收购点。是啊，李家村的城镇和土基都不错，但就是路不好走。现在你把路修好了，我正打算下个月过去看看呢。路没了。啊？你不是刚修好吗？怎么就没了？这帮人简直是疯了，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。所以，收购点的事就算了。那肯定算了啊，没路我怎么进货？总不能让货车长翅膀飞进去吧？那如果李家村以后修好了路，你还会考虑吗？那得看情况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有好几个候选地点，哪里方便去哪里。李家村这次这么一闹，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好，除非他们能拿出诚意来，否则……我又去了几家之前有意向跟李家村合作的公司，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。赵大发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儿子的腿断了，医药费3万多，这笔账你得给我算清楚。刘大福，你讲不讲理？当初讹李青的钱你也分了3000，现在出了事就赖我。我是分了3000，但要不是你挑头，我能去讹人吗？现在路没了，老王家的鱼也全死了，损失2万多，这笔账你也得赔。还有我，杆子熟了，收购商说进不来，让我自己运出去，我就1辆3轮车，怎么运？一车一车扛出去吗？对，路没了，我们怎么出去打工？都给我闭嘴！这事是李青蛋小气，他有的是钱，修条路算什么？非要跟咱们这些穷人计较？赵大发，你还有脸说？人家李青好心修路，
你非去讹人家，现在反过来怪人家小气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那不是李青的车吗？李青，现在你满意了？满意？赵叔，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你拿了30万，现在满意了吗？李青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当时我糊涂，跟着赵大发瞎起哄。现在我把那3000块退给你，求你把路修回来吧。我也退，李青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是啊，我们把钱都退给你，求你高抬贵手把路修回来吧。钱我不要，但路我也不会修。当初你们讹我钱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天？现在路没了，你们就知道慌了。李青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，你们不是错了，你们是怕了，怕没了路，日子不好过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我为什么要修条路？我修路不是为了让你们感激我，更不是为了被你们讹诈，我只是想让李家村能发展起来，让走出去的人能方便回家，让留下来的人能有更好的生活。可你们呢？我的善意在你们眼里就是软弱，就是好欺负。现在你们找我修路，凭什么？就凭你们把那3000块退给我，我前后出了60万，就换一句对不起。李青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赵叔，您觉得我过分？当初您带人堵我车，逼我转账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过分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这路我不会修，你们要修，自己想办法。可是我们哪有钱修路啊？没钱？那30万你们不是收了吗？一人3000，100户就是30万，现在拿出来重新修路不就行了？那不够啊，修路至少要40万。不够，那就再每家凑1万。既然之前你们觉得我钱多，现在就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少钱。货都进不来，再过2天酱油都没得卖了。赵大发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再这么下去，村里就完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又不会修路。那你去求李青啊！求？我放下脸求过了，人家根本不理我。李青，只要你把路修好，之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不要闹得太僵。东西拿走，我不想见你。李青，我错了，我给你当众道歉，求你把路修回来吧。老张，你听我说，今年气氛特别好，你一定要来收啊。老刘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年我们不去李家村了，你们那路的情况我听说了，我的货车进不去，只能去别的村收货。老张，我们可以把货扛出来啊，你在村口等着就行。老刘，你也是做生意的，应该懂，扛出来效率太低，而且货物容易磕碰损坏。更重要的是，李家村现在这个情况，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？我不能把生意压在一个不稳定的地方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李青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李青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贪那3000块钱，求你把路修回来吧。起来吧，跪着也没用，我不会修路的。李青，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？我们钱也退了，也道歉了。道个歉就完了？讹我钱时可想过今天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是李青，我们全村人都要活呀，没有路，果子卖不出去，货物运不进来，连孩子看病都要冒着生命危险。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给我们一条活路吧。活路？当初我修路不就是给你们活路吗？可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你们不仅不感激，
反而觉得我好欺负，讹我60万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又来求我，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李青，你说吧，你要我们怎么做，才肯把路修回来？第一，那30万一分不少的退给我。第二，赵大发必须当众道歉，并且辞去村长职务。第三，每家每户签承诺书，保证不会再做类似的事。第四，修路的钱你们出一半。什么？我们要出20万？对，我不能让自己的善意变成你们眼里的理所当然。这次修路，你们必须付出代价，才能记住教训。可是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啊？那就卖房子、卖地、卖果园，反正没有路，你们的房子也不值钱，果子也卖不出去，不如拿来凑修路的钱。李青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趁火打劫？当初你们讹我钱的时候，不也是趁火打劫吗？现在知道这滋味不好受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家听到了吗？想要路，就按李青说的做。我赵大发，对不起李家村的所有人，更对不起李青，是我贪心，是我带着大家做了错事，害得全村受苦。从今天起，我辞去村长职务，以后再也不过问村里的事儿了。李青，钱凑齐了，20万修路款，还有之前退给你的30万，承诺书也都签了。你看，钱我收到了。那路，明天开工，1个月内路就能修好。谢谢你，李青。别谢我，这次修路是你们花钱买的，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后别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李总，这次村里人变化挺大的，上次来他们恨不得把我们赶走。人要吃过亏才会长记性。李青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条路是你们花钱修的。李青，这是我家的果子，你带回城里吃。谢谢李大娘。该谢的是我们。你这次做的对，有些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吃点苦头，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珍惜。李青，这是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大家一致通过，要在村口立一块碑，让子孙后代都记住。知恩当图报，莫等失去时，方知珍惜迟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李青，你不会怪我们了吧？说不怪是假的，但这1个月你们也付出了代价，就当这事翻篇了吧。你放心，以后再有人敢这样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赵海，赵大发的独生子，平时见了我一口一个李哥，客气的不行。今天这架势，看着不像来客气的。李青，你给我下来！有事儿？是，当然有事儿。姓李的，你把我爸害成什么样了？你爸自己作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没关系。要不是你逼他辞职，他能变成现在这样？他当了20年村长，说下就让你给弄下来了。全村人都快把他脊梁骨戳断了，连带着我，你知道我有多惨吗？说说。我对象黄丽丽镇上的，我俩谈了3年了，说好今年11结婚，彩礼28.8万，
婚房他家出首付，我家出装修，结果我爸这一倒，丽丽家里人就翻了脸。李青，你不是没结婚，你应该懂。我今年都27了，再不结婚，村里人怎么看我啊？丽丽说了，这婚要是结不成，她就不谈了。所以呢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得赔偿我！我爸因为你丢了村长的位子，我家因为你抬不起头，现在连我的婚事都要因为你黄了。这彩礼钱你得出。28万8。对，28万8彩礼，外加10万块名誉损失费，凑个整，38万8。你李老板大公司开着，这点钱对你来说9牛1毛。赵海，你知道你爸那30万压地钱最后是怎么退回来的吗？那是他糊涂，跟我没关系。再说了，那钱不是退给你了吗？你又不亏。我不亏。你爸带人堵我车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爸让人拿扳手敲我车裆的时候你在哪儿？现在轮到你吃亏了，想起我来了？你别跟我扯这些！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哥几个过来！李青，看见没？今天要么转钱，要么你躺着出这个村。这就对了嘛，早乖乖转账不就行了？可惜他得意错了，我掏手机不是为了转账，是拨号。王师傅还在镇上没？辛苦你带几个人来下村口。张镇长，不好意思，周末打扰你，有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。李家村新修的水泥路上有人在聚众闹事，手持凶器拦路勒索，金额38万8，有录音为证。你打给谁呢？别装模作样的！我跟你说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。你别急，我马上联系镇巡部，他们10分钟之内到，你在车里千万别下来，注意安全。海哥，他报警了。怕什么？我们没动手，警察来了能怎样？法不责众。李总，什么情况？没事，几个不懂事的想讹点钱。就这几个小崽子？李青，你仗势欺人！你找这么多人想干什么？仗势欺人。赵海，你带着一帮混混来堵我，张口要38万8，现在倒打一耙说我仗势欺人，你这逻辑跟你爸学的？李青，又是你，王所，这次报警的也是我，但闹事儿的可不是我。这位赵海同志，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手持凶器，在公共道路拦路勒索，金额38万8，行车记录仪全程录像，对话全程录音，证据确凿。赵海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王所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开玩笑，拿着这玩意儿开玩笑，全部带走。李青，你不能这样！我就是想让你出个彩礼钱，你不给就算了，至于报警吗？至于，你爸上次堵我的时候我就说过，谁再敢用这种手段讹我，我保证让他后悔。你爸没把这话传达给你？李青，你等着，等我出来，我跟你没完！等你出来再说吧。是赵大发的老婆陈桂香。大家评评理呀！李青仗着有钱有势把我男人整下了台，现在又把我儿子送进派出所，我们老赵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了？李青，你今天不出来，我就死在这儿！我让你背人命，我看你还能当什么大老板？你把我儿子放了！放不了，你儿子带人堵我，
勒索38万8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放不放他，法律说了算。什么勒索？我儿子那是找你借钱，你一个当老板的借点钱给乡亲怎么了？你这么有钱，38万8对你来说算什么？借钱？陈婶子，您管带着7、8个混混拿钢管堵路叫借钱？那也是你逼的！你先逼我男人，我儿子找你出气，不是很正常？再说了，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至于吗？开玩笑，陈婶子，上次您男人带人堵我，叫人拿扳手敲我车裆，您觉得是开玩笑？这次您儿子带人拿钢管围我，您也觉得是开玩笑？我是不是得等脑袋被敲破了才不算开玩笑？我不管，你今天不放我儿子，我就不走了。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李家村出了个白眼狼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陈桂香，你别闹了，你家男人自己作孽，关人家李青什么事儿？你儿子堵人要钱，那是犯法的，你还有脸闹？刘大夫，你闭嘴！当初分那30万的时候，你也有份儿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那3000块钱我早就退了。再说了，我做的错事我认，我也给李青道过歉了。村里的耻辱碑上还刻着我的名呢。你家呢？你家认过错吗？够了，还嫌丢人丢的不够。李青，我带我儿子向你道歉。赵大发，你疯了！你给他鞠躬！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惯着赵海，他能变成今天一样？从小到大，他闯了祸就给他擦屁股，要什么你就给什么。现在还会带人堵路了。李青，我也不求什么了。赵海那小子该管几天管几天，该罚多少罚多少，让他长长记性，就当我教子无妨，自食其果。赵海在不在？赵海不在这里，你是？我是赵海的女朋友黄丽丽，你就是李青。是我。哦，看起来也没多厉害嘛。丽丽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说正事儿。既然赵海不在，那我就跟你说，这些都是赵海答应给我家的彩礼，28万8现金，1辆车，还有3金。现在他爸出了事，他们家拿不出钱来，这婚就结不成了。所以呢？所以赵海说了，这笔钱你会出的，毕竟你是他家的债主嘛。你把他爸害成那样，总得负责吧？黄小姐，我再跟你确认一遍，赵海是你男朋友，你要跟他结婚，他拿不出彩礼，所以你来找我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要这笔钱。怎么没关系？你不是把赵海他爸的村长弄没了吗？本家现在拿不出钱来，你不负责谁负责？照你这逻辑，你买不起房，是不是得找开发商负责？你吃不起饭，是不是得找种地的农民负责？你这是抬杠！抬杠的是你，28万8的彩礼，外加1辆车、3金，加起来少说40、50万。这笔钱是赵海娶你用的，不是我娶你用的。你凭什么找我要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不是你娶？你一个暴发户，我女儿能看上你？妈，你等会儿。李青，你刚才说不是你娶我，我说的是事实。那你要是愿意娶我呢？丽丽，你说什么疯话？妈，你别打岔。李青，我说实话，赵海那人吧，我也不是非他不嫁。他那个手机店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，房子还是他爸妈的老房子。当初答应他，主要是看在他爸是村长的份上。现在他爸倒了，我嫁过去吃苦吗？但你不一样，你有公司有车，听说城里还有房，你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我。我盯着他看了3秒钟，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。黄小姐，你是来要彩礼还是来相亲的？都可以啊，反正都是嫁人，嫁谁不是嫁？赵海能给我的，你能给更多。我这人很实际的，谁条件好我就跟谁。丽丽，你疯了吗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妈，你少管。你当年嫁给我爸，不也因为他是万元户？这叫家族传统。黄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谁出得起彩礼，你就嫁给谁？也不能这么说嘛，我还是看人的。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，彩礼少一点也行，不过少也不能太少。28万8是底线，另外车要换个好点的。赵海答应的是10万块的车，你的话怎么也得20万起步吧？
还有3斤。我喜欢周大福的，别的不行。算完了，差不多了。你要是同意，我今晚就不走了。反正赵海还在派出所蹲着呢，等他出来，我跟他说清楚就行。不用等了，等。你答应了？我是说，你不用跟赵海说清楚了，我已经帮你说了。你录音了？从你问我愿不愿意娶你那一刻开始就录了。黄小姐，你来讹我的钱，我没义务帮你保密。你说了什么，赵海有权利知道，毕竟他是你男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别胡闹，别胡闹！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赵海知道了，这锅还怎么解？急什么？既然赵海知道了，那就撕破脸吧。黄丽丽，赵海，既然你听到了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咱俩完了。你一个穷开店的，配不上我。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最好的青春都给你了，你得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2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黄丽丽，这3年你吃我的、穿我的、用我的，手机换了3部都是我买的，你弟上学的生活费是我出的，你爸住院的医药费也是我垫的。现在你说我欠你？那些都是你自愿的，谈恋爱花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反正20万青春损失费，你不给我就去法院告你。去吧。他居然挂我电话！一个穷鬼还敢挂我电话！不然呢？跪下来求你回心转意？你闭嘴！都是你害的！主持人，我要举报一个人，李家村的李青，他仗着有钱，用卑鄙手段拆散了我和我未婚夫。这个李青，他具体做了什么？他先是害我公公丢了村长的位置，又把我未婚夫送进派出所，然后趁人之危逼我。他说只要我跟他好，他就放过赵家。我不同意，他就威胁要让我们全家在镇上待不下去。他是做生意的，手段得很，我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他？上次录音的亏他吃透了，这次他不再发微信，不再打电话，永远只用嘴说，不留文字证据。法律治不了眼泪，尤其是有摄像机对着的眼泪。人渣、畜生，欺负女人，要不要脸？老张，咱们合作3年了，你现在说要取消合作？李总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但你看看网上那些算了。我跟你实说吧，有人在县里放出话，谁跟你做生意，就是跟受害者家属过不去。就是赵海，他从派出所出来了，到处说你仗势欺人，抢他未婚妻。还有李家村有几户重骑乘的老农户，今天一早去镇上找赵海了，说都是因为你这事儿影响了村里的口碑，村里今年的果子1颗都卖不出去。赵海在村口立了大喇叭，天天放那段调解视频。好，很好。既然如此，王师傅有个活，你带上人和设备，再去一趟李家村。李总，这次是修路还是再跑一次？独家猛料，免费送你，标题都替你想好了。李总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钱总，我手里有一批脐橙资源，质量上乘。李家村，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家村？对，但果子本身没问题，价格方面我补。收购价每斤降3毛，差价我来贴。运输车辆我负责协调，直接从邻村绕路进去。唯一的要求，你们的人不进村，就在村上接货，钱直接打给农户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就牵个线。你图什么？我欠村里一个交代，这是第1份。赵海，你不是说只要跟着你闹，就给咱们找销路吗？销路呢？人家金穗的车就在村外，你眼瞎了看不见？
我正在想办法。李青欺男霸女、夺人妻室，李家村的人，你们的骨气呢？这就中气足。黄丽丽是被逼的，她心里还有我。这就不行，没押上韵。乡亲们，李清修的那条路法律上属于村集体财产，他把路刨了，就是故意毁坏村集体财产，要承担赔偿责任。那能赔多少？路面造价30万，加上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，最少33万，每人能分3300。只要告赢了他，我那份钱1分不要，全分给大家。刘叔，你别走啊！你现在是村主任，村集体财产被人毁了，你不该牵头打官司吗？还是说你被李青收买了？赵海，你说话客气点。客气。金穗来收果子，他让30户签了合同，剩下10几户果子烂在地里。对呀，我家2000斤汽车没卖出去呢。刘大夫，你给个说法。金穗收谁不收谁，那是人家公司的决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村主任，你不给村里争取利益，你当什么村主任？还是说，你靠的就是李青？刘主任，签个字吧。只要你以村委会名义起诉李青，果子的事儿我们帮你跟村民沟通。我不签，上次讹人的事儿我还没忘，你们想告自己告去，别拉上村委会。行，刘叔，既然你不肯为村里出头，那就别怪我们另想办法了。乡亲们，刘主任不告，我老马告，我代表你们13个果农以个人名义起诉李青，咱们联名上告，我就不信告不赢他。李总，这案子关键在于路的所有权认定。您之前跟我说过那段录音，我有。归你归你，修的当然归你。够，李总，这段录像调出来，对方告就是废纸。我相信这里会还我一个公道。李总，今天这官司打完，你的名声可就彻底臭了。审判长，被告李青仗着财力雄厚，蓄意毁坏村集体财产，导致全村交通瘫痪，农产品滞销，其行为之恶劣，堪称现代版为富不仁的典型。原告方，请陈述具体诉求。1. 判令被告赔偿故意毁坏村集体道路造成的损失30万元。2. 判令被告赔偿13户果农因果品滞销造成的经济损失6万元。3. 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，消除不良影响。请被告方答辩。审判长，在答辩之前，我请求播放2段证据。路是我修的，钱我也赔了，这路现在归我了吧？归你归你，你修的当然归你。审判长，这段录音的真实性有待核筹，即便属实，赵大发是在被告诱导下随口一说，不具备法律权利。原告律师，请先听完。这路是李青修的，我亲口说了归他，归他就是归他。你确认这条路是李青的个人财产？确认，我赵大发说话算话。审判长，前村长赵大发在公安机关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的情况下，2次亲口确认道路为我个人财产。既然道路属于我个人所有，我处置自己的财产，不构成对任何人权益的侵害。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无据。赵来跟我们说清楚，你不是说肯定能赢吗？你不是说你爸亲口说了路是村里的吗？我要做诉讼，肃静！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。鉴于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道路为被告个人财产，且原告方部分证人当庭承认存在恶意诉讼嫌疑，本庭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但如果最终认定存在恶意串通、虚告事实、提起诉讼的行为，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说吧，诬告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黄丽丽出的主意，
马律师是他找来的，连那13个果农的联名诉状都是黄丽丽一家一家上门按的手印。一切都是赵海逼我干的。他从派出所出来后性情大变，天天打砸东西，威胁我如果不配合就让我……赵海让你干的。那百姓调解上哭诉李青欺男霸女，也是赵海逼你说的？还有金穗公司那边我们去问过了，钱总说得很清楚，李青根本没提任何条件，就是单纯帮村里牵线卖果子，连差价都是他自掏腰包补的。你所谓的李青变相威逼果农站队，又有什么证据？黄丽丽说，一切都是你逼他干的，联名诉状是你写的，他是受你胁迫的从犯。放屁！放屁！那些果农是他一家一家去劝的，说什么告赢了有钱分，告不赢也没损失，这话是他发明的，我就是被他什么？被他当枪使了。从头到尾，从他去找李青要彩礼，到上电视哭，再到找律师告状，全是他的主意。我就是个傻子，被他牵着鼻子走。赵海这个王八蛋，他说我是主谋，那他去李家村喇叭那一番话谁教的？他带人去毒李青是谁出的主意？都是他。他说只要把李青搞臭，我的名声就能洗白，赵家就能翻身，他就娶我。现在他倒打一耙，所以你们俩谁说的才是真的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他在撒谎。他说你也在撒谎。巡捕同志，如果我提供赵海的违法事实，算立功吗？你先说。赵海那个手机维修店，名义上是修手机，实际上在倒卖偷来的手机。他店里有个暗格，里面藏了至少20部来路不明的手机。还有，他去年骗了一个老头3000块，说能把人孙子安排进镇上的重点中学，结果钱收了也没办事儿。老头来店里闹过2次，被他叫人打出去了。其实我知道他靠不住，从他在大喇叭里骂李青那天我就知道，这人没脑子，迟早要完。但我没办法，我已经撒谎了，我已经上电视了，我只能跟他一条道走到黑。被告人赵海犯诬告陷害罪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被告人黄丽丽犯诬告陷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1年6个月。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但现在我发现，代价不是我让他们付的，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坑。我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跳下去。